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靠脸出道，用演技封神，10年沉淀打破流量魔咒。从被嘲圆脸不适合大女主到用资本改写规则，赵丽颖以新芒计划赌时事投资优质内容。李一晓则将容貌缺陷化为演技利器，用反派角色凿穿行业天花板。他们证明，当流量退潮，演员的生命力可以有千万种绽放方式。深夜刷到赵丽颖监制的《与凤行杀青》特辑，镜头里她拿着对讲机指挥现场的模样，突然想起3年前在横店探班时见到的场景。那时她还在为有匪吊威亚，收工后裹着军大衣啃馒头，眼神里满是对角色的执念。如今站在资本食物链顶端的她，早已不是那个被嘲圆脸不适合大女主的草根演员，而是用新芒计划改写行业规则的资本操盘手。当多数85花还在为少女感人设焦虑时，赵丽颖已悄悄完成从演员到出品人的3级跳。她投资的新芒计划专挑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导演，去年扶持的校园题材网剧《17岁的光》，不仅捧红了素人男主，还斩获了白玉兰最佳编剧奖。这种赌时事投资，恰是他对抗流量霸权的秘密武器，用资本孵化优质内容，倒逼市场重新审视演员的价值。这让我想起老家县城的菜市场，那些精明的菜贩子总爱把新鲜蔬菜摆在显眼处，背后却藏着价格翻倍的有机菜。赵丽颖的转型何尝不是如此？表面上看是从台前退居幕后，实则是将演员身份转化为内容生态的弧心枢纽。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，与其等资本挑我，不如我来定义资本。双引号。李一晓在《知否》中饰演的曼娘，眼角那颗泪痣总让我想起老家的王婶。王婶年轻时被家暴毁了容，却在菜市场练就了一副骂街神功，后来竟成了调解邻里纠纷的高手。这种将伤痛转化为生存武器的智慧，在李一晓身上得到了极致体现。他的转型始于2014年的那场狗咬事件，修复后的面容僵硬得像石膏像，试镜时被导演直白地说：“你现在的脸只适合演女鬼。”可谁能想到，这个曾被嘲花瓶的女演员，竟在《独孤天下》中把反派独孤曼陀演成了黑莲花教科书。拍摄曼陀陷害妹妹的戏份时，她特意要求化妆师加重法令纹，用阴影营造出岁月侵蚀的痕迹。这种对容貌缺陷的逆向利用，让我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，丑陋的外壳下藏着最纯粹的艺术灵魂。话说回来，赵丽颖和李一晓的选择，本质是2种生存哲学的碰撞。前者用资本构建护城河，后者用演技凿穿天花板，却共同指向一个残酷现实：娱乐圈的颜值霸权正在瓦解。去年参加某影视论坛，听到制片人私下吐槽，现在选角先看数据，再看脸，最后才是演技。这种畸形生态下，赵丽颖的新芒计划犹如扔进沙丁鱼群的鲶鱼，她投资的幸福到万家让农村题材翻红，带动同类项目招商额暴涨40%。李一晓的反派突围则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剖开观众对坏女人的刻板印象。两者虽路径不同，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当流量红利消退，演员的价值该如何衡量？娱乐圈的残酷在于，女演员的黄金期往往只有10年。赵丽颖用资本延长职业寿命，李一晓用演技拓宽戏路边界。他们的选择恰似2条相交线，在行业变革的十字路口相遇。记得有次采访李一晓，他盯着自己手背上的疤痕说：“这些伤口教会我，演员的魅力不在脸上，而在眼睛里。”这种顿悟让他在《司藤》中饰演的沈银灯充满了破碎感，表面是温柔的菟丝花，眼底却藏着千年怨毒。反观赵丽颖，在《风吹半夏》中饰演的许半夏，用微表情的层次感打破了大女主的脸谱化表演，证明流量明星也能驾驭复杂角色。深夜刷到李一晓的最新动态，她正在拍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，
饰演一位患癌母亲。视频里她素颜出镜，头发稀疏，眼神却亮得像星星。这种去美化的表演，与赵丽颖在《与凤行》中坚持使用非一次性道具的偏执，形成了奇妙的呼应。前者用真实对抗虚无，后者用匠心对抗速朽。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曾说，真正的艺术是将痛苦转化为力量。赵丽颖和李一晓的转型，正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解。一个用资本重塑行业规则，一个用演技撕开颜值枷锁。他们的故事证明，在流量废墟上，演员的生命力可以有千万种绽放方式。关掉电脑时，窗外的梧桐叶正随风飘落。突然明白，娱乐圈的转型从来不是单选题。赵丽颖的资本棋局需要勇气，李一晓的荆棘之路需要韧性，而真正的行业变革，或许就藏在这些不完美的选择里。当我们在流量时代追逐完美人设时，他们用真实与坚持，为演员的生命周期写下了新的注脚。娱乐圈从不缺乏光鲜亮丽的面孔，但真正能在时间的流转中历久弥新、越走越稳的演员却屈指可数。赵丽颖正是其中之一。10年前，她以甜美的外貌和清新的气质，迅速在古偶剧中崭露头角，被贴上了傻白甜、流量花的标签。然而，当所有人以为她只会在偶像剧的套路里打转时，她却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和未知的路，靠演技突围，用作品说话。回望赵丽颖的10年蜕变之路，不禁令人感叹，这绝不是一场侥幸的逆袭，而是一段拼尽全力的自我突破。从《姗姗来了》里的职场小白，到《楚乔传》中的女战神，再到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沉稳内敛的盛明兰，她用一个又一个角色打破质疑，用表演细节一点一滴筑起口碑的高墙。每一次荧屏上的转型，都是她下戏之后无数次的琢磨与练习。每一次被赞演技进步的背后，是她摒弃舒适区，挑战自我的勇气与执着。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显赫背景，一路走来靠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努力。她曾在采访中坦言，自己在早期经常被导演要求反复重拍，因为镜头不够灵，层次不够丰富。可她从不抱怨，反而默默钻研台词，分析角色心理，哪怕是微小的眼神变化，她都尽量做到精益求精。她深知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唯有真诚的表演和真实的情感，才能打动人心。而她的坚持，也终于在近几年迎来了集中爆发。从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，再到2025年的新作《向阳花》，赵丽颖不再只是美丽的女主角，而是成为了作品核心中无法被替代的灵魂。尤其在《向阳花》中，她甘愿毁容式出演，不施粉黛，不顾形象，顶着玉。王一博凭什么让00后疯狂？从顶流偶像到演技派的全能进阶，他是让专业舞者心服口服的队长，与梁朝伟对戏不怯场的新人演员，更是内娱罕见的无社交账号顶流。从街舞冠军到90亿票房主演，从赛车手到金融天才角色，王一博用极致主义打破边界，一个动作重复200次，直到肌肉记忆。这种把热爱变成职业的狠劲，让所有质疑者闭上了嘴。他是这就是街舞里让专业舞者心服口服的队长，是无名中与梁朝伟对戏不怯场的新人演员，更是内娱罕见的无社交账号顶流。王一博的存在，就像给娱乐圈投下的一枚不规则炸弹。在这个人设泛滥的时代，他为何能持续打破边界？今天我们用5个关键词解码王一博现象，最后一个特质让所有质疑者闭上了嘴。1. 人狠话不多，娱乐圈的异类生存法则。那些年王一博的省话名言：被问如何保持身材，少吃2个字终结话题。粉丝表白时，知道了点头后火速离场。获奖感言模板：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心理学专家分析 ，Z 世代更欣赏这种用实力代替辩解的酷感真实。2. 6边形战士，跨界王者的硬核履历，全能成绩单。
舞蹈，17岁成为国际街舞大赛冠军。赛车，2019年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新人组冠军。表演，主演电影累计票房破90亿。时尚，5大刊封面大满贯最年轻获得者。热烈导演爆料，为练一个地板动作，他每天摔上百次都不喊停。3. 角色变形记，从爱豆到演员的教科书级转身。演技进化时间轴，年份作品突破点。2001-19陈情岭冰山脸蓝忘机。2002-11风起洛阳天才少年百里弘毅。2002-13无名阴郁特工叶先生。2002-14长风破浪民国金融天才魏若来。制片人评价，他选角色的眼光就像精准的狙击手。4. 反流量操作，顶流身份的自我消解。娱乐圈逆套路行为，微博常年查无此人，却月月上热搜。拒绝力宠粉人设，粉丝只是陪我一段路的人。不参加综艺刷脸，没有作品时不出现。行业影响，带动新生代艺人更专注专业能力而非炒作。5. 极致主义，把热爱变成职业的狠劲。那些王一博标准。练舞，一个动作重复200次，直到肌肉记忆。赛车，为减重3公斤连吃1个月水煮菜。拍戏，长空之王自学航空理论300小时。当然可以，以下是根据你提供的标题：王一博凭什么让00后疯狂？从顶流偶像到演技派的全能进阶。撰写的一篇约2000字的中文长文，不分段落标题，聚焦讨论加结论加真诚寄予观众部分。王一博，这个曾经以男团出道，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少年，如今早已不只是顶流2个字能够概括。他身上承载的不仅是粉丝的热爱和流量的符号，更是属于新时代青年演员的进阶范本。特别是在00后这一代观众群体中，王一博的影响力几乎可以用现象级来形容。他凭什么如此吸引人？他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偶像标签走向实力派的？这一切值得我们细细梳理与探讨。首先，我们要看到的是王一博身上那种天然的少年感和反差感。出道初期，他以安静、寡言、不善言辞而著称，但正是这种冷感形成了强烈的独特气质。他不像某些偶像那样时刻高调营业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用实力刷存在感。无论是在舞台上的一段 freestyle 舞蹈，还是在综艺中的一句金句回应，都让人眼前一亮。他不迎合，不讨好，却始终努力，这种态度恰恰击中了00后观众最欣赏的真实感。而王一博的破圈之路，始于不断拓展自我边界。从偶像到演员的转型，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的一道难题。很多偶像因过度依赖外在光环，而在真正需要沉淀和演技的时候暴露短板。然而王一博并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选择从配角、从角色类型的突破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观众对他演员身份的信任。从《陈情岭》中古装剧中的蓝湛，到《风起洛阳冰浴火》中的硬汉角色，再到《无名热烈》这些电影中风格迥异的形象，每一次作品都在刷新外界对他演技的认知。他不是那种天赋异禀、初登大银幕就技惊四座的神童式演员，但他胜在稳扎稳打，不断精进。拍《无名》时，他反复揣摩角色状态，用细微表情去传达人物复杂心理，在电影中展现出出人意料的控制力和爆发力。热烈中，他彻底打破偶像包袱，在高强度的舞蹈和情绪释放中，展现出惊人的张力和成长感。这些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而是源于他长期的训练、自我管理以及对表演的尊重和热爱。00后作为成长于网络信息爆炸时代的一代，具备更强的审美鉴别能力，他们不容易被光鲜外表所迷惑，反而更看重有没有内容，是否真诚。王一博恰恰在用行动回答这些问题。我不是短暂昙花，而是日积月累的耕耘者。在时尚圈、代言领域，
文体活动等多元赛道上的全面表现，也让王一博的全能人设逐步坐实。他既是高奢品牌的宠儿，也是摩托车赛道上的速度少年，还是公益活动中的暖心代表。他身上有一种超越性别与职业定义的自由气质，他不被标签限制，也从不为迎合市场牺牲自我。这种我就这样的从容，正是很多00后在成长期渴望拥有的自信模板。尤其是在当下流量明星频频翻车的舆论环境中，王一博却始终保持低调自律，从未有过丑闻或不良记录。这份稳定和清醒极其难得。讨论到这里，我们必须承认，破圈从来不是靠一次出圈造型、一场热搜就能实现的，它需要长期的积淀和持续的进步。王一博能够成为00后心中的偶像标杆，靠的绝不仅仅是那张俊朗的脸，而是他一步步走过来的过程，是他的坚持、努力、沉淀和爆发。他没有急于摆脱偶像标签，而是用一步步作品、一场场舞台、一个个真实的自己，在观众心中建立起一个可信的、鲜活的、可共鸣的形象。他也是00后这一代年轻人情感投射的载体。很多人看着他从青涩成长到成熟，从话不多的武旦变成可以挑大梁的电影男主，他们感受到一种陪伴式成长的情感连结。尤其是王一博身上的努力感和抗打力，也让许多年轻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获得某种心理力量。他不是永远顺风顺水，也有过被质疑、被误解的阶段，但他从未停下脚步，从不喊苦喊累，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，这就是他最打动人的地方。最后，想对所有正在关注王一博、支持王一博的观众朋友说，在这个更新极快的娱乐时代，我们很容易被一时热度迷惑，很容易对顶流二字产生倦怠。但王一博用时间和作品证明了自己，他不是昙花一现的明星，而是一位拥有清晰目标、深厚底蕴和无限潜力的演员、艺术家和公众人物。他的成功是必然，是一步一脚印的积累所得。作为观众，我们见证他的每一次努力，也愿意陪他走得更远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王一博选择哪条路，继续演戏、跳舞、赛车还是做自己，我们都愿做他坚定的后盾。因为真正的爱，不只是在他高光时喝彩，更是在他沉默时守候。王一博，继续向前吧，属于你的未来正在召唤你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